这飞蛇长约1000丈，身体更有数十丈粗细，看起来不像是飞蛇，更像是蛟龙。尤其是它头顶有2根扭曲的角，腹下3爪，那全身的鳞片在阳光中折射出耀眼之光，甚至仔细一看，还可以感受到在这飞蛇身上隐隐散发出一股神圣之意。配合那滔天而起的王兽气息，如同万兽之王，随着飞来，似要撕裂虚无，轰鸣而尽。而那王兽的气息，更是让逆河宗内几乎所有战兽全部瑟瑟发抖。那种来自血脉的压制，使得鱼等战兽根本就生不起任何反抗的意志。唯独天角墨龙全身鳞片近乎竖起，尽管颤抖，可依旧低吼咆哮。这一刻，天地失色，风云卷动，随着飞蛇的到来，云雾翻滚。那巨大的蛇身以及硕大的头颅，在这一刹那，让逆河宗所有看到之人纷纷失声惊呼：“这是王兽！”无数惊呼回荡，在下游修真界内，王兽罕见，很多人一生都无法看到一个。铁蛋的出现也是意外与巧合。而在中游，王兽虽一样罕见，可毕竟范围扩大的了太多，并非不可见。时而的，在那深山丛林内，会有王兽身影出没。几乎在这飞蛇王兽冲来的一刻，李子墨神色一变，蓦地站起，目中在这一瞬绽出摄人精芒。元婴气息更是在这一刹那轰然爆发，右手袖子一甩，顿时一股风暴在半空中轰轰而出，阻挡飞蛇。在他之后，铁蛋更是仰天发出一声撼动八方的嘶吼。在这嘶吼传出时，他的身上一样有王兽的气息爆发出来，似要与那飞蛇争辉。只不过明显的，铁蛋与这飞蛇比较，无论是修为还是气息上，都要差了太多，如同一只幼崽正在与成年之兽厮杀。可在李子墨与铁蛋之后，此刻还有一股气息从祭坛上轰鸣而起，化作一道巨大的血色气柱，直冲云霄。那是白小纯。这血色气柱是白小纯的气血之力，随着气息的散出，他体内的天道金丹修为更是轰轰而起，使得那血色气柱的四周环绕了一层金光。你敢！白小纯整个人双目赤红，声音如天雷嘶吼，在传出的瞬间，他整个人从地面轰然而起，右手掐诀时，立刻一道乌光从他储物袋飞出，正是那逆龙角。此角匕首如今嗡嗡而动，似蕴含了白小纯全部的修为之力，向着那飞蛇呼啸而去。与此同时，白小纯的眉心第3目也在这一瞬毫不迟疑地猛然睁开，露出紫色的光，目光蕴含了意志，死死地落在了那飞蛇身上。天地轰鸣，李子墨的风暴使得那飞蛇身体一顿。与此同时，白小纯的逆龙角也刹那而来，其内蕴含的天道气息让这飞蛇的双目猛地收缩，身体一个扭曲，立刻盘成了蛇阵，以其肉身直接对抗。轰轰之声滔天，风暴崩溃，逆龙角倒卷，而这飞蛇一样全身震动，被生生的逼退100丈开外。铁蛋的怒吼也在这一瞬传出，他死死地盯着飞蛇，眼中露出凶残，可却明显有顾忌。毕竟这一刻对他而言至关重要，其头顶的子弹还在快速凝聚。只是来自飞蛇的威胁让铁蛋极为不安。此刻交集时，忽然的一道身影从地面刹那而来，出现在了铁蛋的身边，右手抬起，一把按在铁蛋的身前。这身影与几百丈大小的铁蛋比较，很是微小，可他的右手却仿佛不能被撼动的山峰，随着落在铁蛋的身前，铁蛋的烦躁不安顿时消散。安心结丹，一切有我。这身影正是白小纯。他沉声开口时，看向远处，贪婪地盯着这里的飞蛇。很快的，李子墨的身影也瞬间出现，还有地面上的那些护法的结丹修士也都反应过来，化作一道道长虹出现在了半空。玄息一脉的阵法也在这一刻爆发出来，形成了9把大剑，在半空漂浮时锁定飞蛇，有寒芒隐隐散出。这一切让那飞蛇冰寒的双目收缩。它虽是王兽，且并非结丹王兽，而是元婴王兽。可是这里毕竟是逆河宗，是中游4大宗门之一，他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愿招惹。只是铁蛋的结丹对他的诱惑太大，他甚至可以感受到，若能吞了那子丹，吸了铁蛋的王兽气息，那么他日后突破元婴境界，踏入天人也不是不可能。而逆河宗的修士也一样忌惮，哪怕李子墨
不到万不得已，也不愿去招惹这样一尊完全成长起来的王兽。每一尊王兽都可以召集无数的凶兽，形成一场兽潮，这对于逆河宗来说极为不利。双方都有忌惮，此刻渐渐在这半空中僵持起来，甚至在逆河山上，此刻还有几道元婴的神识也锐利而出，锁定在了飞蛇身上。尽管不愿招惹，可若是这飞蛇不识好歹，试图进攻，那么逆河宗必然会不惜全力，也要在这一次将这飞蛇斩杀，以绝后患。阁下已修到如此程度，称呼你一声道友也不算过。今日我逆河宗正宗之兽结丹，未免误会，还请道友即刻离开。李子墨眯起双眼，缓缓开口，声音带着冰冷。飞蛇沉默，目光闪动，他有些不甘心，再次看了一眼铁蛋那里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的，铁蛋上方的紫丹竟瞬间紫光闪耀，璀璨至极。那奇异的香气更是在这一瞬扩散八方。紫丹形成，在其形成的刹那，铁蛋目中露出激动，猛地一吸，紫丹瞬间直奔铁蛋而去，眼看就要被铁蛋吞入口中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的，在被众人环绕的铁蛋四周虚无扭曲，竟有一只手刹那伸出，一把抓住了铁蛋的紫丹。这一幕让所有人大吃一惊，白小纯眼珠子红了，嘶吼一声，猛地冲出，右手抬起，向着那从虚无伸出的手狠狠一拳轰去。与此同时，更有三声冷哼从逆河山上传出，风神子、韩宗、赤魂老祖三人，他们的身影竟瞬移而来，在他们身上竟没有闭关的征兆，似乎从始至终都没有闭关，此刻出现在了那只手的四周后，同时展开最强神通。阁下近日在我逆河宗暗中观察已久，还真的以为我逆河宗奈何不了你。风神子声音沙哑，带着杀机。三人出手的瞬间，巨响滔天，那只手猛地一颤，直接崩溃。子丹落下时，突然的，苍穹内有笑声传出，赫然有三道长虹急速而来。这长虹内的身影模糊，看不清晰，可速度却极快，直奔子丹而来。之前就算出这里有一宝出现，没想到居然是一枚王兽子弹。三人笑声诡异，在出现的刹那，逆河宗的山门轰鸣，阵法骤然运转，赫然有一把虚幻的大剑凭空而出，向着来临的三人直接斩去。紧接着，其他原本闭关的老祖竟纷纷瞬移而出，他们的身上居然也看不到丝毫闭关的征兆，与风神子三人一样。而那飞蛇此刻眼中寒芒闪耀，猛地一冲，直奔铁蛋。虽被阻挡，可此刻所有突然出现的存在都在争夺子弹。眼看如此，白小纯此刻也明白了，宗门内这几个月看似平静，可实际上有很多存在暗中窥视。这一次铁蛋的结丹是一个意外，也同样算是一个点，将那些窥伺之人全部引了出来。而老祖们也没有真正闭关，只不过是欲引蛇出洞而已。从他们的出手来看，并没有利用铁蛋之意。可铁蛋对白小纯太重要，白小纯不允许出现一丝一毫的纰漏，哪怕宗门内有准备，可他依旧焦急。此刻双眼赤红，他低吼一声，竟直奔大地，冲向屹立在山门前的邪祖身躯。苍穹上你争我夺，尤其是当逆河宗的那些元婴修士出现后，更有一些扭曲的身影从虚无内快速出现，加入进来。这些人毫无例外，都是隐藏了真正的气息与身影，显然是不愿让逆河宗知道自身的真正身份，甚至看起来似乎也不是一批人，而是分成了四批。在这争夺中，突然的，山门前血祖的双眼蓦然睁开，其内露出白小纯带着疯狂的目光。铁蛋是他儿子，他身为铁蛋的爹，看到这些人如此欺负铁蛋，欲争夺铁蛋的子丹，他不能忍。给我滚！白小纯大吼，他的吼声通过邪祖的身躯轰然爆发，超越天雷。轰鸣9天时，血祖的右手猛地抬起，握住拳头，向着天空狠狠的一拳轰击而去。这一拳是白小纯全部修为的释放，是他天道金丹与不死金刚丹的同时爆发，借助血祖之躯凝聚了他的愤怒。在轰出时，立刻天地轰鸣，虚无震动，巨大的拳头如同一片大地，在轰向苍穹的刹那，整个苍穹似要崩溃，掀起了一股滔天风暴。这风暴扩散四方，使得那些出现的窥伺之人一个个面色急剧变化，急速避开。
更有几个避之不及，顿时嘴角溢出鲜血。而那条飞蛇更是在靠近的瞬间，被白小纯砸来的拳头狠狠地轰在了身上，发出一声凄厉嘶吼，颓然后退。整个天空在这一刻都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向邪祖的身躯，神色动容的同时，更有人在不断的分析，似要判断这血祖身躯到底有什么破绽之处。风神子与韩宗对望一眼，他们原本是想要再等等，等更多的人被引出，可看到白小纯竟不惜一切，独自操控血祖，知道若再拖延下去，怕是会让白小纯对他们心生埋怨，于是彼此一点头，该结束了。即便是没有出现的，也可被震慑了。韩宗一挥手，瞬间苍穹上云层之间竟出现了一轮黑色的太阳，更是在这黑色的太阳后面又出现了白色的太阳，黑白太阳重叠在一起，里面的黑白乌鸦一样重叠，双眼忽然睁开，发出一声刺耳的嘶吼，瞬间冲出。与此同时，桀桀之音回荡，稻草人也从虚无内一步走出，更有天角剑化作一道金光，在云层内急速而来，直奔众人。没有结束，逆河宗的阵法之前看似被开到了极致，可此刻随着光芒闪耀，威力居然暴增3倍，化作了3把巨大的光剑，所过之处虚无4倍燃烧。轰鸣间，天地震动，那些身影一个个拼命后退，可根本就来不及飞出太远，很快的就被天角剑追上，斩杀一人。稻草人诡异闪烁，追上一人，趴在对方身上，竟在扒皮，可似乎对方虚幻，无皮可扒，但那残忍的一幕依旧让人触目惊心。而那黑白太阳的光芒更是让人无所遁形，黑白乌鸦的急速，所过之处斩杀多人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最恐怖的是那阵法化作的3把光剑，竟在这一刻猛地扩散开来，形成了3层剑网，化作了10万飞剑，在这天空上呼啸而过，形成绞杀。唯独那飞蛇此刻落荒而逃，李子墨冷哼，径自追去。远远一看，整个逆河宗炫目无比，如盛开了一朵绚丽的剑花。只是诡异的，有不少死亡之人，竟没有太多鲜血流下，甚至尸体在落下时都会模糊消散，只有部分人死亡后露出了尸体。很显然，那些没有尸体留下的不是真人，而是精血炼制的法身降临。就算是损失了，虽有消耗，可却不会伤害根本。这一切很快消散，随着剑花的暗淡，子丹毫发无损，直接落在了铁蛋的口中，被铁蛋一口吞下后，他身上的气息骤然攀升。白小纯也从邪族体内飞出，面色苍白，带着疲惫。尽管双丹之力，可他一个人操控血族的身体，对他消耗极大。此刻他目光悠悠地看着几个老祖，刻意透露着些怨愤。这几个老祖面面相觑，显露尴尬。铁蛋的结丹不在他们预料之内，原本是有另外的方法引出这些觊觎窥伺之人。尽管如此，却担心白小纯误会，由韩宗出面对他解释了一番。白小纯这才哼了一声，又为铁蛋索要了大量的好处，才算罢休。这群老头儿一个个老奸巨猾。白小纯撅着嘴嘟囔着，可看到铁蛋那不断攀升的气势，他便满怀着激动与期待，暂时原谅了他们。王寿结丹，即便是成功后也需要温养，这一次是几大老祖一起护法，来保证铁蛋万无一失。白小纯也跟在那里盘膝打坐，慢慢等待。实在无聊，他又想起了真灵女婴，想起了逆河丹，不由得再次研究与思索起来。逆河丹内炼的话不行，除非有足够的生机，可我生机不够；而外炼的话，虽是正确的办法，可却太难了。白小纯不由得发愁了。我虽获得了真灵一滴鲜血，对于炼制逆河丹多了一些把握，可是以我如今的丹道造诣，怕还是不够。白小纯略有沮丧地叹了口气，那种知道了方法，可却炼不出来的感觉让他郁闷。内炼最简单了，只是生机。白小纯正颓唐愁苦时，他忽然双眼一亮，呼吸微微急促，低头快速地扫了一眼储物袋。小乌龟是不死不灭之物，它的生机应该够了吧？白小纯想到这里，顿时心动，可却不敢露出丝毫，担心被小乌龟察觉。小乌龟太奸诈了，要想个办法让它乖乖的去辅助才好。白小纯有些头痛，他无比怀念当年还昏迷的小乌龟。正想到这里，
白小纯突然内心一动，昏迷。白小纯眼睛冒着坏坏的光，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，于是发了狠，准备炼制出一种超级迷药。7天后清晨时，被几大老祖守护的铁蛋突然睁开了眼，猛地抬头，发出一声绵长的咆哮。在这咆哮里，他的身体散发紫光，一股结丹的气息与波动轰然爆发。随着爆发，整个逆河宗的战兽全部欢呼，白小纯更是激动，几大老祖也都纷纷含笑，各自离去。铁蛋精神抖擞，在白小纯身边腻了几天后，就又闲不住了，总是跑出去玩耍。好在他不会离开逆河宗，只是在宗门内与那些战兽以及女弟子亲密。白小纯没法阻止，也就任由铁蛋折腾。他此刻心神有大半都放在了炼制那超级迷药上，整日盘膝坐在洞府内，不断的研究药方。时间慢慢流逝，很快过去了2个月。白小纯的药方经过多次改良后，也逐渐的成型。好几次小乌龟从储物袋内露出头，疑惑的看着白小纯，可惜他看不到白小纯的思绪，也不知道这几个月白小纯到底在思索些什么。不过白小纯那红红的、略带一丝疯狂的眼睛，让小乌龟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。至于修行，白小纯也没有丢下，每天除了思索药方外，对于不死经以及寒门养念诀的修炼没有间断。直至这一天清晨，白小纯正完善脑海里的药方时，忽然神色一动，从储物袋内取出一枚玉简，拿在手中握住时，他的脑海里传来韩宗苍老的声音：“小纯，来逆河山大殿，中由其他3大宗门来访，你来旁听。”白小纯一怔，铁蛋的事情之后，他也与几个老祖谈过。根据几个老祖的猜测，当日窥伺出手的那些人，有的是散修，也有的是来自其他3宗的试探。毕竟逆河宗初来乍到，其他3宗的试探必定存在。想起当日的事情，白小纯冷哼一声，沉吟片刻后，起身换上了少祖的长袍，摆出一副冷酷的样子，走出洞府，直奔逆河大殿。途中他看到不少逆河宗的修士，一个个都面色阴沉，时而看向山顶大殿时，都带着怒意。这3组修士各自10多人，修为有结丹，有筑基，衣着都是道袍，但却不同。其中一组穿着黑色的长衫，衣衫上印着一个血月图形。这些人大都身上煞气浓郁，目光冰冷，就连那轻蔑之意，乍一看都好似寒芒杀机。而另一组穿着星空长袍的，大都是容颜俊朗，身姿挺拔，他们的轻蔑之意最为明显，神情高高在上。最后一组则是穿着黑白2色的道袍，有男有女，可无论哪一个，身上都有一种脱尘之意，只不过明明看似脱尘，可神色中的蔑视依旧存在。白小纯看过关于中游其他3大宗门的介绍，此刻目光一扫，立刻判断出这3方修士的来历。那穿着星空长袍的就是星河院，而那全身煞气弥漫、印有血月的，就是魔宗极河院。至于黑白2色道袍之人，自然就是最强的道和院。这3宗弟子如今占据了大殿外的范围，阻止任何人踏入，甚至反客为主的驱逐逆河宗守殿弟子。而在他们的上方，天空上的云层内也有一条巨大的蜥蜴，这蜥蜴全身漆黑，时而低头看向大地，目光冰冷，尤其在看向逆河宗弟子时，目中露出贪婪嗜血。更远处还漂浮着一艘巨大的战舟，这战舟足有1000丈大小，通体银色，阳光一晃，闪耀刺目，隐隐的似有恐怖之力在内蕴含。而在另一侧的半空中，此刻还有一颗巨大的陨石，一样1000丈大小，四周居然燃烧火海，高温散开，丝毫不在意逆河宗就在下方，使得地面很多草木枯萎。此刻在白小纯看去的同时，一位星河院的中年修士正一把推在逆河宗一位筑基弟子的身前，将其直接推出10多丈外。让开，此地不允许任何人踏入。星河院的中年修士傲然开口，目中的轻蔑更为明显，甚至还与身后的同门笑谈。真是小宗小门，守护着大殿的居然都是这种货色。他话语传出，引来其同门的嗤笑，其他2宗的弟子也都不屑更浓。在这些人四周，有不少逆河宗的弟子，一个个都带着怒意，可却强行忍住。逆河宗刚刚入主中游，根基不稳，这一点他们知道。眼下其他3宗首次正式到来，正在大殿与老祖谈话，
而他们若是与这外面这些人发生矛盾，对于逆河宗会有影响。而明显的，这些人对逆河宗弟子的思虑是心知肚明，但他们的行为却是刻意如此，似乎有意要引起一些争执。眼看逆河宗的弟子居然都忍住，尽管在四周一个个都面色阴沉，可却没有人冲动出手。这三宗弟子相互看了看，各宗带头之人暗中微微皱眉，向着身边的同门使了眼色。听闻逆河宗内有不少人自称天骄，白小纯可在？宋缺、鬼牙、九斗、上官天佑、陈曼瑶，谁在这里？元婴真人都在大殿内商谈要事，我们小辈在这里等着无聊，不如切磋一下，让我们也看看逆河宗的天骄。随着三宗带头之人的眼色，立刻各自有同门走出，挑衅的声音回荡，传遍四方。哈，在下狄公，筑基后期，还请逆河宗道友赐教。集合院的一个青年嘿嘿一笑，迈步走出，全身上下在这一刻更是发出咔咔之声，显露出强悍的肉身之力，看向四方。不但是他走出，其他两宗内也有修士走出，言辞挑衅明显。怎么，堂堂逆河宗，居然没人敢与我们切磋？好一个逆河宗啊！四周的逆河宗弟子一个个都呼吸急促，其中一个筑基后期的玄溪一脉弟子身体猛地冲出，直奔狄公而去。还有二人一样飞出，直奔那两宗走出之修。给我滚回去！狄公哈哈一笑，右脚向着大地一踏，身体轰然而出，瞬间临近，右脚抬起时猛地一抡，居然不仅仅是肉身之力，更有大量锋刃爆发出来，数身融合，形成轰杀。轰的一声，那靠近的玄溪一脉弟子冷哼中立刻飞剑呼啸而去，瞬间穿透狄公身体，竟没有丝毫阻挡时，他面色一变，知道对方速度太快，这只是残影，后退时已来不及。轰的一声，狄公出现在了他的身侧，右手抬起一拳落下，直接将这玄溪一脉弟子砸飞。而他这里竟没有结束，而是狞笑一声，镜目中起了杀机，直奔那位玄溪一脉的弟子。四周众人立刻怒吼，更有几人飞出要去救援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两个弟子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立刻就被直接轰开，甚至那两个宗门的修士一样起了杀机，同时追出。白小纯也看到了这一幕，他眼中藏着怒意，身体一晃而去，速度之快，在众人之前，刹那就出现在了那位玄溪一脉弟子的面前，以身体阻挡了一下，使得狄公的拳头落在了白小纯的身上。白小纯丝毫不动，可却有一股反震之力爆发，轰的一声，狄公面色大变，鲜血猛地喷出，身体直接倒卷。结丹修士，逆河宗如此无耻，结丹修士对我筑基出手！狄公尖叫，在他开口的同时，白小纯身影已消失，化作残影，陆续出现在了另外两个同门面前，将他们救下后，依旧是以身体阻挡，他毫发无损。而那两个宗门的出手之人都是鲜血喷出，急速倒退时各自低吼：“无耻！结丹修士竟对筑基偷袭！”不但是狄公三人怒视，这三宗的其他修士也都如此，一个个看向白小纯时都露出寒芒。我对筑基出手怎么了？我还对宁气出过手呢，这就无耻了。更何况你们哪只眼睛看到我出手了？分明是他们打我，太无耻了！筑基修士三个啊，三个筑基的居然欺负我一个结丹的，你们太过分了！欺负人别逼我，我一旦生气自己都害怕啊！白小纯身体一晃，出现在了三宗修士的前方，背着手，抬起下巴，瞪着眼睛开口。白小纯话语一出，这三宗修士立刻怒视白小纯，可仔细一回忆，方才白小纯他的确没出手。少祖，拜见少祖，拜见少祖！在看到白小纯出现后，四周的逆河宗弟子一个个立刻振奋，齐齐开口。三宗弟子听闻此话，其中那三个带头之人双眼不同程度的一缩，看向白小纯时已认出了白小纯的身份。有意思，白小纯是吧？在下陈云山，我们切磋一。星河院内那带头青年此刻目中寒芒一闪，手心内暗中多出了一枚黑色的钉子，琢磨着如果在这里废了白小纯，虽有后果，可也无大碍。于是缓步走出，一股结丹修为从其身上骤然散开。不但是他这般开口，集合远以及道和院的结丹修士也目中露出寒芒，
走出几步，正要说话，可陈云山话语还没等说完，白小纯大吼一声：“这是你逼我的！”白小纯一挥手，向着陈云山扔出一枚丹药。啊！陈云山一愣，袖子一甩，这丹药在其身边砰的一声爆开，化作一股黑烟，向着四周扩散。其身边的同门也都愣住，纷纷要挥散这些黑烟，可这黑烟诡异，竟无法散开，反倒顺着这些修士的身体快速的钻了进去。几乎在丹药出现的刹那，四周的逆河宗弟子一半以上神色厉变，尤其是灵犀一脉与血溪一脉，瞬间后退，还不忘拉着身边其他两脉弟子，全部退后100丈开外。极河宗与道河宗的修士也都愣住，搞不清楚白小纯为何要扔出丹药，可看到四周逆河宗弟子神色的变化，他们也都觉得不对劲，下意识的退后几步。白小纯，你干什么？陈云山怒道，正要上前，可很快就脚步一顿，目中出现了挣扎。几乎在他挣扎的刹那，他的身后一个同门修士突然大吼一声，一把从背后抱住了陈云山，双眼赤红，发出低吼：“李师妹，我终于得到你了！我在飞，我要飞了！这是什么地方？不要过来！哎呀，我终于修炼到了天人，从此之后我天下无敌！”眨眼间，星河院的那10多人，除了几个结丹还在挣扎外，其他筑基修士一个个都疯了般，有的伸开双臂飞来飞去，有的趴在地上不断的扭动，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，还有的则是一脸惊恐的看着四周，不断惨叫。更有一人居然目中露出痴迷，陡然飞出，径直奔天空上那巨大的蜥蜴飞去。看到这一幕，嘶嘶之声顿时在这山顶大殿外传遍四方，四周的逆河宗弟子一个个看向白小纯时如看神人，尤其是血溪一脉的弟子，有不少都差点流下眼泪，显然是回想起了曾经的自己。而灵犀一脉也是差不多感同身受。至于玄溪一脉，有不少人曾经在战场上也被白小纯的那群跟随者这么的玩弄过。至于丹溪的弟子，一个个目中放光，他们听说过白小纯的事情，那一件件炼丹之事，他们听得如同传说神话，此刻亲眼目睹后，再看向白小纯时更为狂热。而极河院与道河院的弟子，此刻神色彻底惊惶，失声惊呼的同时，一个个以极快的速度刹那散开，生怕沾染一丝黑烟。这奇诡的一幕令他们的心神掀起大浪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天啊，这是什么丹药？居然如此恐怖！这世间居然有这种丹药存在，结丹修士居然也都坚持不了太久，这丹药太恐怖了。这两宗弟子，尤其是里面的女弟子，看向白小纯时已露出前所未有的恐惧，思虑越深，恐怖越甚。即便是男弟子也都如此。这一刻，不管什么修为，他们对于白小纯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忌惮。白小纯干咳一声，向着极河院以及道河院的修士一摊手，同时耸了耸肩：“你们看到了，是他们逼我的。我都说了，我一生气自己都害怕，可他们不听，还欺负我。”白小纯故作委屈的说道，似乎又想起了什么，看向两宗的结丹修士，问了起来：“对了，你们刚才想要说什么来着？”两宗修士顿时身体一颤，那些筑基弟子更是再次后退几步，远离自身宗门的结丹长老。而这两宗的结丹修士此刻一样也都是内心咯噔了一下，看了眼星河院的凄惨后，二人连忙开口：“没什么，我想说的是，白道友果然名不虚传，人中龙凤。是的是的，以后大家都在中游修真界，还要多多亲近才是。”白小纯闻言哈哈一笑，很是得意，正要吹嘘几句时，忽然的大殿内传出一声冷哼，这冷哼如天雷，轰鸣八方。更是在这冷哼回荡的刹那，一道身影急速飞出，这是一个老者，一头赤发，目光如电，在每一个星河院弟子的身上都拍了一下。顿时这些处于失控状态下的弟子全部身体一震，齐齐呕吐起来，好半晌才面色苍白的回过神来，可身体的虚弱极为明显。在看向白小纯时，他们的目中带着茫然，更有深深的恐惧。尤其是陈云山，更是身体颤抖，死死地盯着白小纯。他在心底发誓，今日的羞辱一定要日后杀了白小纯才可解恨。解除了所有弟子的疯癫，赤发老者冷眼看了眼白小纯。白小纯被这老者一瞪，心想对方修为高深，
自己身份这么高，万万不能与其对望，不然的话太掉颜面了。于是低头踢弄着脚下的石头，一脸无辜。赤发老者冷哼一声，没有说话，而是阴沉地走向大殿。白小纯赶紧抬头，凶狠地瞪了过去。直至老者走入大殿后，他看了看四周众人后，正琢磨要不要进入大殿时，大殿内传来韩宗的声音：“小纯，不要胡闹了，进来。”白小纯立刻昂首挺胸，深吸口气，神色肃然，迈步走向大殿。三宗弟子都看着白小纯，此刻心中各种复杂，也没有了心情继续找逆河宗弟子的麻烦，都觉得灰头土脸，很是郁闷。刚一走入大殿，白小纯就听到了大殿内那刚才走出去的赤发老者的声音：“逆河宗不是空河院，空河院的份额没有道理被逆河宗继承。”白小纯目光一扫，看到这大殿界，韩宗、风神子以及赤魂三位老祖都在，正面色阴沉地坐在上首，在两侧的位置坐着7、8个修士。这7、8人毫无例外都是元婴修为，很是不俗。坐在那里时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散发出恐怖的波动。没错，份额只有那么多，宗门也要发展，自然是越强的更强，越弱的更弱，怨不得旁人。白小纯的进入引来了两侧三宗元婴修士的目光，可也只是扫了一眼，就没太注意。唯独那赤发老者目中有凶光，白小纯装作没看到，肃然的上前站在了韩宗的身边。我逆河宗取代了空河院的一切，自然也取代了空河院的份额。韩宗咬牙开口，语气僵硬，带着怒意：“韩兄，此事是我中游修真界的规矩，可不是针对你们逆河宗。”白小纯安静地听着这些元婴老怪的交谈，渐渐的，他也听出了这一次三宗到来的缘由。整个中游存在了一处秘境，甲子岁月开启一次，这秘境内储存了大量的灵植，甚至有万年灵草，更有一些是在外界近乎灭绝，其中有那么几种是炼制天人丹的关键。天人丹可以辅助元婴修士在晋升凡品天人时提高一定的几率，对于宗门而言，价值之大难以形容。所以每一次都是星空道集宗去统一收割，拿走一半后，余下的一半分配给4大宗门。而这秘境的入口则是一处印记传承之地，那是星空道集宗布置下来作为封印秘境之用。同时，这里的传承印记若能吸收到一定数量，也可从其内感悟出星空道集宗的术法神通，也算是星空道集宗的一种选择弟子的方式之一。至于分配的方案，星空道集宗也定下了规则，每次开启前，4大宗都会安排弟子去入口的传承之地，在那里获取传承印记。这传承之地每一次开启都会形成100份印记，根据各宗弟子获得的数量来安排对秘境资源的划分。而如今距离上一次秘境开启只过去了数十年，上一次的划分中，空河院排在了第2位，拿走了30%的资源。这些资源全部都在逆河宗的宝库内，没有被动，是逆河宗几位元婴老祖晋升天人的关键。而眼下三宗到来，欲重新分配，让逆河宗把那些资源吐出来，即便是不够，也需拿出等量之物。之前的那些资源是空河院的，不是你逆河宗的。你逆河宗想要获取，需自己争夺。星河院的赤发老者再次开口，声音严厉，盯着韩宗。白小纯的思绪被打断，皱起眉头，看着三宗的元婴修士，心中已明悟，道和院最强，应该是上一次的第一，所以对道和院而言，此事无所谓，故而来此后几乎没有开口。而集合院话语也不多，唯独这星河院最是急切，显然是极力要去推动。按照这个去推论的话，白小纯已经很确定，上一次的最后一名必定是这星河院，所以这星河院才会不甘心，要来威逼逆河宗，而极有可能许诺给另外2宗好处，这才有了此次会晤。说白了，就是欺负逆河宗现在很弱，要去瓜分属于逆河宗的那部分资源。韩宗3人始终压着怒意，彼此看了看后，赤魂老者正要开口，可就在这时，道和院的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老者，他之前始终如假寐一般，此刻双眼缓缓睁开，淡淡开口：“好了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毕竟我等已与上宗沟通，上宗也同意这个办法。秘境虽固定甲子岁月开启，可入口的传承之地，我3宗联手可以提前打开。韩道友，你看如何？”白袍老者看向韩宗，
韩宗沉默，深吸口气，他明白由不得自己不同意。如今三宗联手压制，一旦不同意，怕是后面的琐事更多。且上宗既然已经首肯，逆河宗也没有拒绝的资格。天人，只要我逆河宗出现了天人，一切都将不同。韩宗咬牙忍了下来，木然的点头。很好，既如此，老夫就不在这里打扰了。1个月后，我们秘境见。白袍老者微微一笑，起身向外走去。集合院的元婴真人也冰冷的笑了笑，同样走出大殿。最终，星河院的赤发老者在临走时脚步一顿，回头看了韩宗一眼，似随意的说了一句：“对了，方才忘了说，秘境入口传承之地，进入是有条件限制的，甲子岁月内结丹者才有资格。”